淡水筏钓缘起于国人原创，受日本海筏影响，浙江垂钓人将之改进。事实上，究其史据，筏钓所用鱼竿、鱼轮，早在唐宋时期的神州大地便已出现，而今穿越千年，一竿一轮，一线一饵，徜徉山水之间，融于水墨当中，颇具古韵。本栏目由很牛的野钓鱼饵品牌西部风鱼饵冠名播出。本栏目指定鱼线鱼钩由完美渔具全程赞助播出。首站江西鄱阳滨田水库，为我们打开了筏钓旅程的序幕。夜泊拥鱼的快感带来几多欣喜，也给我们留下了几多遗憾。看一下，又是大头，哎，抄不进来呀。第二天一早，胡伟再度来到水库，而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多年的好友陆军。在此前，陆军曾是一名资深的台钓爱好者，初次尝试筏钓，又将会有哪些收获呢？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即将开始。又是一个晴朗的天气，伴着这番湖光山色，令人倍感舒畅。在筏上，我们见到了胡伟的好友陆军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好兄弟陆军。昨天我找到一个好地方，钓得非常爽，钓的是鳙鱼，但是遗憾的没钓到翘鱼。今天带你去爽一把。可以，我早晨来的时候，就这看到鱼了，地方就非常漂亮，包括鱼排啊，我看不少。鱼情也好。肯定鱼性好，不然的话人不会这么多。我是偷偷摸摸找到那个地方的，别人过不去。我们昨天钓的都是大头什么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看看能不能钓到翘嘴吧，好吧？好，翘嘴是我想钓。好，走，上。乘着当地钓场提供的木牌，我们开始寻觅今天的钓点。由于两人打算上筏做钓，因此水库西南角一处刚刚翻新的网箱钓台成了他们的首选。慢点。好。无缝对接。平稳宽阔的环境为做钓提供了诸多的便利，同时也是滨田水库热门钓点之一。哎呦，这个环境好，你看看，我给你找的，你看看，多方便！这太厉害了，马上打扫一下卫生。选择这个钓点呢，是因为这个筏牌是刚刚修缮好的，它就是木板都是新的，就是走在上面好像就走在地下一样，心里非常踏实，就在选择这地方，对，既平稳而且呢又安全。没地方夹。搬运好装备，两人便迫不及待开始准备起来。此时我们发现，
胡伟在备好之前使用的加工玉米饵外，又额外开了一款粉饵，并将粉饵调配成绿色。这款窝料呢，是我们把打窝用的这个颗粒，然后呢，我泡了一部分，把它泡成粉状的，还有这一种呢，就是绿色的这种染料。它把这个饵料呢，整个的颜色呢变成浅绿色了，因为浅绿色这个颜色呀，对，很像水里边的浮游植物，尤其像藻类。所以呢，既诱翘嘴，也诱草鱼、边鱼跟鲢鳙都能诱过来。由于翘嘴的习性不同于其他鱼种，强烈气味的诱惑远不如色彩与姿态的诱惑更刺激翘嘴攻击。因此，胡伟的这款粉饵窝料也是做得极为的综合和保守。酸甜气味结合软黏适度雾化效果，搭配玉米做钓，迎合翘嘴鱼口，在前期试探过程更便于寻找试钓鱼种。实际我们伐钓钓翘嘴呢，不是靠卫星用的，是靠那个玉米在飘落的状态上面。这个很像我们打路亚用这个泥亚，好多泥亚它不带卫星的，它就靠游的泳姿。靠它在水里面的状态，然后去吸引鱼攻击。翘嘴吃玉米也是这样的，它那个玉米金黄色，再加上钩子再露出来，再又闪闪亮的，就像一个小鱼从上往下落一样，或者像小虾米往下落的一样，像水里小虫子往下落的，翘嘴去攻击它，这不是冲着卫星去的。而在另一边，陆军则采用玉米加颗粒的打窝模式，寻找底层游荡的翘嘴。伐钓的子线不同于其他钓法，对于初次伐钓的陆军来说，除了要了解尼龙子线和 P1 主线材质性质的差异外，对于长度自然也有其独特的要求。留多少？谢谢。80吧，1米。80，你赶多长，比赶的短一点就行了。这样好不绕进去。如果你过短的子线，会影响你的咬签放的位置，因为我们用的主线是皮线，它太软。如果你想让咬签咬到50厘米的时候，你子线只有30厘米长，它就出不了那个状态。你要有80公分的子线这个长度，因为这个子线就比较硬，不像皮线那么软。你把签要咬到皮线，它会打卷，它会绕在那地方，会操作很不方便。所以呢，我们通常这个子线呢，就比杆子略短一点点。OK， 绑好线组，定好了搜索策略，两人便陆续将这第一竿抛了下去。从水面到水底，短短10米的距离，对于伐钓来说，这样的垂直搜索区间并不大，因此胡伟采取全水层搜索的方式，搭配咬签控制调整饵下坠速度，寻找鱼口。不断撒下的窝料在水中缓缓沉降，而深陷其中的水下世界却显得格外神秘诱人。那些抛洒的饵料与来往的未知鱼群将产生怎样的互动？我们所期待的那一刻又将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就是做一个立体式的全程的搜索，然后我不断的抛这个诱饵呢，它也从上面往下面慢慢的飘落，就像一个柱形的整个一个雾化诱鱼区，我就按照这个诱鱼区呢，从上往下去搜索。此时的两人屏息静候，不同的饵料做钓策略
究竟哪一边会率先掀起那一口波澜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涡料已然下了不少，但水面依旧异常的平静。突然，虎尾这边的竿尖开始微微的有些触动。这样的小动作，伐钓经验丰富的虎尾自然是警觉了起来。突然，虎尾一个扬竿，有中了吗？没有。遗憾的是，这一竿并没有刺中。它太硬，或者太大，它吸到嘴里，觉得像有异物在嘴里，它就把它吐掉了。然后这时候你钓也钓不着它，它在竿尖上，它一吐，虽然竿尖有前面吸的动作了，但是你在一抬竿的时候，它已经吐掉了，所以呢就有动作，它不中鱼。收回鱼线，查看了断线的切口，思索刚才的竿尖动作和手感，虎尾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重新换了副鱼钩绑了上去。换把鱼钩，我感觉我那钩子，是不是吃钩分裂了？吃钩都没，老吃钩都小动作，没有黑漂，挂不住的。每一竿我记得都咬了一两下，但是都是咬。经过刚才的搜索，这一次他将坐钓水层确定在4.5米至5米之间，准备将游荡在这一层的鲢鱼、鳙鱼、草鱼给拿下。虎尾的坐钓策略变更，很快便有了效果。刚撒了没几把饵，竿尖再度出现异常的晃动。看准时机，他又是一个扬竿。每一个刺鱼抬竿的动作，实际上是根据你的饵料定的。你看你用什么饵料或者钓什么鱼种，然后决定，这个竿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，然后抬鱼。比如说我要钓缓架，什么鱼都收索的时候，翘嘴啊、扁鱼啊，那么就是见动作就打，就是任何有一个异常的都可以去提竿刺鱼。但是呢，像钓鲢鳙，就不能见什么动作就要打了，就要放慢半拍，甚至等它大完弓的时候，然后再提竿，那样是准确率更高。中了，中了！终于等到你了。哎呦，好小，好小，不大，不大，不大。哎呦！去掉了吧？个体并不算大，这尾鲢鱼也是轻松被溜了上来。鲢鱼。我一开始啊，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像竞技钓一样，我先找的底，我一直在底层做钓。然后洪老师就跟我说，这个伐钓啊和竞技钓啊是区别很大，它这个必须要全水存的这个搜索，
所以我就及时的，就是在胡老师的指导下，及时改变了，就是立体在寻找鱼层。你看着竿尖了啊！很快，两边的竿尖都颤动了起来。看来这样的做钓策略确实对了鱼口。不过，随着动作的增多，鱼讯也变得杂乱起来。此时若想要中鱼，需对这竿尖信号好好辨别一番。因为莲蓉一过来，我信号就变得会很多很乱，哪一个是进口的动作，哪一个是衬线的动作，就不太容易分辨了。在这波鱼群中，胡伟接连重获一些鲢鱼、鳙鱼，尽管偶尔遭遇几次断线，但仍旧搏得不亦乐乎。你也中啊？是你们游到我这来的吧？而其中，陆军也终于中得他在鄱阳湖的第一尾渔获。我钓的第一尾是鲢鱼，鲢鱼的话，我用的就是胡老师开的那种鲢鳙因为我们既然定到4.5米到5米了。基本上就是以鲢鳙为主了。我用的就是胡老师开的那种鲢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。估计都是白鲢，要是花鲢就大一点。哎呀！又挂了，完蛋！哎，你松一点线，松一点线，换个角度。他一感觉到好像中钩或者是异常，他就往网箱底下钻。而这时候呢，如果我们的线呢，竿子要不往前面撑，让这个线磨到网箱，或者拴网箱的绳子，或者它鱼离网箱太近了，那个多余的钩子也有可能蹭到网箱里的其他的丝呀、线呀这些东西，都会造成鱼的逃走或者就断线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时候竿子呢就要控制它的方向了。不行的话，竿尖要插到水里，及时的，然后把竿尖往水中间插，尽量呢把我们的主线不要把跟这个网箱蹭在一起。又是白鲢，大，挂着绳了，挂到网了，那，哦，连嘴带网，别我那个抄起来。这样子来，反正都进来了。好，哎，别慌，钩还怎么钩的？正口，全打的正口，上回旋是吧？今天上了今年头是第一次发钓的第一尾鱼，非常高兴，非常兴奋。哎呀，不容易，刷，放流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哎呦，还不想走哎。走吧，一翻身走。哎呦，好了，走吧。
已经到了正午，享受了狂拉不断的两人已是精疲力竭。有点蛮快的了。再将这一尾鳙鱼拉出水面，竟也耗了10几分钟。给剪掉吧，这线了我不要了，不吃饭了吗？发钓好玩吗？特别好玩，不是一般好玩，特别过瘾。这个钓发钓特别过瘾。对呀，我也是感觉到这个发钓特别好玩。现在鱼还吃个不行，你看你那还在吃，一直在吃，现在都。但是我现在热的受不了了。咱们先收吧，先吃饭。好吧。我请你吃鱼头，你以后要带着我发钓啊。OK， 马上我再带你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吧。初次伐钓的体验令陆军意犹未尽，听说还有更好的钓场，不免有些许迫不及待。那接下来的旅程，胡伟将带着陆军去向哪里？两人将有怎样的渔获？又能学习到什么新的伐钓经验呢？不要着急，让我们下期揭晓。我们到了一个钓点，想钓多深，或者说想知道我已经钓在多深了，那怎么判断呢？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鱼线上的颜色去区分。这鱼线上的颜色呢，通常呢是每10米是一个大的色系，每10米与10米的颜色，整个颜色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它还可以更细的区分，就是在同样的颜色当中，每1米它有一个小虚线。像现在下降的时候，这有个虚线，那么这代表是1米。那又过了一个虚线，那代表我们又过了1米。你看，又过了一个虚线，又过了1米。那你看，现在又过了这个实线，一过了，又整个一条线又变了一个颜色。实际上，它就是说，它这是后面的10米了，就是10米一大色，每1米呢有一个小虚段，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钓线上的颜色，就知道我们钓在多深了。那么我们这个钓线，如果我们用普通的尼龙线或者主线做钓，线上面没有染颜色，没有这种一色一段的这种区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杆子来量，我们知道我们钓在多深。怎么量呢？比如说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。假如我看到我这个杆子好1.25米，那么我准备往下放的时候，看这样的，看有1米了。那么我再往下拉，再往下拉，1.25米，这是2米了。这前面稍微再弯曲一点，这就当做1.25米的杆再一弯曲这一点呢，就代表1米啊。这就代表我们做钓3米了，再一量4米了，5米了，6米。好，那么现在我就从6米开始做钓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我们就能收到我想钓的多深的确切米数。